今天我们家的这个宝坎已经全部完工了哈，看起来的话还是很漂亮的，当然也很结实。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，这个宝坎的话，光买石头就是7000多块钱，再加上人工的话，可能要花1万块钱多一点点。然后宝坎的宽度是12米，高度的话是保的3米。这里我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哈，宝坎的话，其实它就是一个挡土墙，它不是地基。我们的地基在这里面，离这个宝坎还有1.5米的距离。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的全套图纸，包括施工图、效果图、布局图等等，都已经拿到了。也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之前很多朋友都说图纸出来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哈。拿到这一套图纸的时候，我都懵了哈，没想到一套图纸的话这么多。然后这边是设计公司的资质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嘛，营业执照之类的。前面几张的话就是效果图，我们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哈。当然门和这个外墙的话，到时候可能会有改动，就是大致样式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是从侧面看的图，这一张也是侧面的，这一张的话就是背面图，上面有一个老虎窗，然后下面这个图纸是蓝色的，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好多，这前面就是主要是什么设计说明啊，这些我之前就已经看过电子版的了，就是说依据什么来设计的，然后什么尺寸啊，那些是单位是什么啊，那些乱七八糟的。接下来就是这个户型图，我们的总建筑面积是137.58，户型图是这样子的。然后下面这里是一个客厅，这边有一个小厨房，这边是一个楼梯，这边是一个工作室和一个储物间。因为负1楼的话，很多地方都采不了光，所以只有这个工作室这里可以采光，前面也就是，其余地方相当于都是一个储藏室之类的。然后这张的话就是咱们1楼的布局了，从这边进来，这边是一个挑空客厅，挑空的区域是4米乘以6.5米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卧室是我爸妈的，卧室是带一个单独卫生间的，卫生间在这里。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休闲室，给老板准备的麻将。然后这个2楼的话也是做的1个卧室、2个卧室、3个卧室，然后这旁边有个衣帽间。我们的主卧都没有做厕所，这个是老板选择的。其实我是想在主卧里面做一个厕所的，但是老板说不喜欢，那就没办法了。然后3楼的话，这边有一个露台，也同样的和2楼布局是一样的，也是3个卧室。老板就是要卧室多。其实这个卧室是包含那个书房的哈，有的小卧室我们会改成小孩子学习的书房。最上面的话，我们要做一个这种橡胶的坡屋顶，到时候可以放一些东西。最主要的是防止漏雨，如果做平顶还是害怕漏雨。然后下面的话，接下来就是几十张这个复杂的施工图了。我看了一下，大概还是能够看得懂，就是你们看吧，好多的字，然后特别的小，看起来的话感觉就不是很方便。像比如这张的话，就是基础施工图，密密麻麻都是数字，然后这些是放大的，怎么做的，就是小了一点，如果大一点的话就好了。这一整套图哈，一共的话是70张，差不多弄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把它弄出来。我们是找的成都那边的专业做设计的公司做的。之前有很多朋友建议我去买，因为买的图纸的话，它始终是不合适。第一个是可能尺寸不合适，第二个的话可能就是里面的布局啊各方面都不合适哈。大家觉得修一栋新房子有没有必要去专门做一个图纸呢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修的房子比较高，已经超过2层了。在农村修房子哈，我们这边政策是2层以下的不需要这样子专业的图纸。如果是2层以上的，就是9米以上的，需要这种专业的图纸，或者说是由咱们村里面提供的图纸给你修。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要弄一个专业的图纸，还要找专业的建筑公司来施工，到时候要去政府备案的，不然的话修好过后是验收不了的。不知道大家修这个房子要不要看日子，或者说搞一些烟花爆竹啊、敬神啊之类的？因为像我这样子比较年轻的哈，没有经历过，第一个不懂。第二个的话，我可能是一个那种比较讲究科学的，不是很相信这个东西。大家觉得要不要看一个日子？房子过几天就开始建了，我们只要找到了正规的施工公司，是全包给他。之前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，包括设计图纸啊、拆房子啊，然后还有弄那个挡土墙啊、凭这些场地，我算了一下哈，还有一些隐形的乱七八糟的，就已经花了快3万块钱了。就是说还没有开工就已经花了3万了。看来我们的55万建房计划的话，
还不知道到时候够不够哈，因为这个费用真的支出起来太快了。